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水晶厨房。马上就要到冬至了，有的地方在冬至的时候会吃饺子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做白菜猪肉馅水饺。我们首先来做饺子的外皮，在一个大碗里面加入4杯中筋面粉，在面粉里加入1个大号的鸡蛋，再加一点盐。鸡蛋和盐会让我们的饺子皮更有弹性，而且不易破。然后逐渐加入一些冷水，边加冷水边用筷子不停地搅拌，直到90%的面粉都已经跟水结合成小团了，就可以停止加水了。4杯面粉里加入250克冷水只是一个参考量，每个人面粉的吸水能力不同，所以呢，你用的冷水量可能会有所不同。接着用手把面粉大致的抓成一个面团，碗里可以留少量的散粉。如果你有厨师机，这时候你就可以用厨师机来帮助你揉面了。先用低速揉5分钟，再把速度提到4档，再揉5分钟。当机器揉出一个光滑的面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停下来了。这时候给面团盖上一张保鲜膜，放在一边松弛1个小时。在等待面团松弛的同时，我们来做饺子馅儿。首先我们来对大白菜进行一些处理，我们把大白菜切成段，然后用手将白菜给掰散，接着用食物料理机分批将大白菜给打碎。我用机器上的这个 POS 键，每批大白菜大概打5下就好了。如果你没有机器，可以用菜刀将大白菜给切碎。大白菜都打碎了以后，在它上面撒上1大勺盐，帮助它排出水分。为了方便大白菜排出水分，我们将它倒进一个大的漏网里面，然后下面垫一个大盆子，接住漏下来的水。30分钟以后，我们再用手来挤出大白菜里多余的水分。在一个大碗里放入2磅猪肉末，然后打入3个大鸡蛋。鸡蛋不仅富含营养，而且还让我们的肉馅吃起来更加的软嫩有弹性。接着加入盐、白胡椒粉、白糖、鸡精和酱油，给肉馅调味。我们仍然是用厨师机来搅拌肉馅，厨师机可以设在中速，大概4档到6档。当你看到肉馅呈现这种粘稠的状态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说的上劲了，就可以降低速度，逐步加入脱水的白菜。白菜全部加完以后，我们可以提高厨师机的搅拌速度，让白菜和肉馅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最后加入1大勺芝麻油，混合均匀。油可以封住肉馅里的水分，这样你在包饺子的时候就不会往外渗水。打好的饺子馅是完全看不到肉的颗粒的。当你用筷子夹起一团肉馅的时候，可以发现肉馅是很容易成团的。为了保证肉馅的新鲜，我们舀出一部分肉馅放在外面，剩下的大部分的肉馅放入冰箱里冷藏。这时候的面团也差不多醒好了，我们拿出面团，用刀将面团切成2半，其中1半放回大碗里，用保鲜膜盖上，另一半放在案板上，用手将它团成一个球，然后在球的中间挖一个洞，用双手将这个面团拉成一个粗细均匀的面圈，然后用刀将面圈从中间切断，其中一个面圈将它搓成细长条。然后用刀切出大小一致的饺子剂子，切
切好的饺子剂子上要撒一些干面粉防粘，在一个大瓷盘上撒上一些干面粉，用来放饺子。拿出一个饺子剂子，先用手掌压扁，再用擀面杖将它擀成一个小圆片。拿起这个小圆片，用擀面杖将它的边缘擀薄。擀好的饺子皮摊在左手上，在饺子皮的中间放入肉馅，再把饺子皮捏合起来。再来看一遍我是怎么包饺子的。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拉起下面一片饺子皮，跟上面一片捏合在一起，然后用2只手的虎口处捏住饺子的两端，大拇指在中间朝中间挤。包好的饺子将它排列在盘子里。我再来示范一次擀皮和包馅的全过程。2磅猪肉馅加1颗大白菜做出来的饺子馅，大概需要7到8杯面粉做出的饺子皮来包。但是厨师机它揉面的能力有限，所以我会分2次来揉面，每次用4杯面粉。这些皮和馅可以大概做160到180个饺子，一次肯定是吃不完的，所以我会想个办法把它给保存起来。这个办法就是把饺子给放进冰箱冻室里冷冻1个小时以上，直到它定型了再把它拿出来。冻好的饺子用勺子轻轻一撬，就可以轻松地把它给撬下来。拿出一个密封袋，将这些冷冻好的饺子放进袋子里保存起来。每2盘饺子可以装满1个密封袋。如果做好的饺子不会马上下锅，也可以将饺子放进冰箱冻室里冷冻一会儿，这样饺子底部就不会因为出水而与盘子粘在一起。装好袋的饺子可以放回冰箱冻室里长期保存。现在我们来烧水煮饺子。在烧水的同时，我们来做一个饺子调料。我们家常用的饺子调料里面放了香醋、白糖、鸡精、白胡椒粉、香油和红油辣子。调料的种类和分量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和添加。当水烧滚以后，我们揭开锅盖，放入饺子。饺子要想煮得好吃，首先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放太多的饺子在同一个锅里，因为家庭的火力有限，如果一次放太多饺子在同一个锅里，那么那个饺子就不是煮熟的，而是泡熟的，它就不会好吃。饺子在锅里煮了1-2分钟以后，用锅铲从底部轻轻地把饺子给推开，防止粘锅。这时候全程都是不盖锅盖的，这叫做开锅煮皮。等到饺子慢慢的浮上来，而且水面有了水泡的时候，我们就加入1/4杯冷水，然后盖上锅盖继续煮饺子，这叫做盖锅煮馅儿。等到水滚的时候，揭开锅盖，加入1/4杯凉水。现在继续开锅煮饺子，直到水再次滚开的时候，第3次加入凉水。当水再次烧滚的时候，饺子就已经煮好了。最后，祝大家在冬至的时候都能够吃上热乎乎的饺子。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